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25岁这天，我爸下了最后通牒，不回来结婚，就冻结你所有账户。我被迫回国履行我那盲婚哑嫁的娃娃亲。飞机落地当天，我顺路去 4S 店提我爸给我的回国礼物，一辆银色保时捷。正要签合同时，一个穿着高定西装的男人突然推开我，把黑卡拍在销售桌上。这辆车我要了。我好心解释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辆车是我先订的。没想到他挑眉白了我一眼。有些人啊，穿件假名牌就敢吹牛皮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富士集团的未来女婿。销售经理接了个电话后，立马把我手里的车钥匙拿了回去，躬身递给他。姑爷，小姐说了，这车今天谁也提不走。我愣住，富士集团的女婿，难道不是我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销售经理小王的眼神在我们之间来回游移，最后停在我身上。这位先生，在身份没有确定之前，我不能让你签合同。他一把夺回合同，护在自己怀里。旁边西装笔挺的男人立马嗤笑一声，伸手扯了扯我的人造皮夹克。穿个假货也敢来装少爷，知道真皮什么手感吗？我皱眉后退半步，我是环保组织成员，从来不用动物真皮。哈！他夸张的大笑，穷就穷呗，装什么清高？王经理，现在骗子手段可高了，专挑我们这种高端场所行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解释道，这是素皮革，意大利新研发的环保面料，看起来像皮草，但其实是植物纤维做的。闻言，他夸张的啧出声，现在装有钱人都这么讲究了。王经理，查查他说的这个什么玩意儿是不是编的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着胸口的怒火。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。过去3年，我在国外做环保项目，这辆车是爸爸答应我的回国礼物。我咬着牙，一字一句道，手指微微发抖地点开手机相册，滑到一张我在热带雨林的照片。照片里我正和当地孩子一起给回收塑料瓶分类，背景是成片的红树林。谁知他却夸张地翻了个白眼，撇了撇嘴，哟，现在的骗子编故事越来越有一套了，还装得挺像那么回事。随便找张义工照片，谁不会？我手机里还有和非洲难民的合影呢。我的手指猛地收紧，忍无可忍地点开手机里的聊天记录。手机里传出爸爸宠溺的声音，儿子，爸爸给你订了辆银色保时捷，庆祝你回国。我耐着性子看向王经理，这下可以相信我了吗？王经理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这确实是林总的声音。呵，那男人突然冷笑一声，一把按住王经理要拿合同的手，随便剪辑个音频，谁不会？这算什么证据？现在 AI 换声技术这么发达，连明星的声音都能模仿得一模一样，根本不足以证明他的身份。王经理的手猛地顿住，眼中再次闪过犹豫。那男人轻哼一声，伸出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，要证明身份是吧？我这就让你心服口服。他从卡包里掏出一张照片，啪地摔在保时捷车盖上。看看这个，上周慈善晚宴，我可是站在林董事长身边的。照片上，他亲昵地紧挨着我爸，而我爸竟然面带微笑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照片上爸爸的笑容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离家5年，投身环保事业，手机里确实没有近期与爸爸的合照，可他为什么会有呢？难道他真是我爸的私生子？
不可能。我喃喃道：不可能什么？对面的男人得意地扬起下巴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林宇，林氏集团唯一的少爷。我心里一咯噔，他的名字怎么会跟我这么像？他叫林宇，而我叫林宇。我猛地抬头，胡说！林氏集团的少爷明明是我，是吗？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！林宇挑衅地瞥了我一眼，我愣在原地，一时半会儿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。王经理的眼神明显动摇了，他陪着笑脸对林宇说：林先生，您看这是闹的，我这就给您办理手续。等等，我急忙从包里翻出护照，这是我的护照，上面有我的身份信息。林宇一把抢过护照，轻蔑地扫了一眼，就扔在地上。贾政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他抬脚狠狠碾过护照封面。王经理，你们 4S 店什么时候这么没规矩了？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？王经理脸色一变，立刻对着对讲机喊道：保安，保安！2个彪形大汉冲了进来，二话不说就架住我的胳膊。我挣扎着喊道：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一个骗子罢了。林宇冷笑道。保安粗暴地推搡着我脚下一个踉跄，膝盖重重磕在大理石地面上，钻心的疼痛让我眼前一黑。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林宇突然伸脚一绊，我整个人向前扑去，手掌在地面上擦出几道血痕。你们竟敢这样对我！我强忍疼痛，颤抖着手从颈间扯出一条项链，这是我18岁生日时我爸送的，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和生日。林宇一把夺过项链，只看了一眼就哈哈大笑。地摊上20块钱一条的破玩意儿也好意思拿出来，他随手把项链扔向远处。保安，还不快把这个疯子赶出去！保安像拖麻袋一样拖着我往外走，我的小腿在门框上狠狠撞了一下，我强忍膝盖的疼痛，突然想起什么，猛地抬头。等等，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就能证明我的身份。在保安的钳制下，我艰难地掏出手机，颤抖着拨通爸爸的私人号码。漫长的等待因在安静的展厅里格外刺耳，最终转入冰冷的语音信箱。呵，演得真像啊！林宇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，嘴角勾起讥诮的弧度。要不要再给你个机会，打给联合国秘书长证明身份？我的手指死死攥着手机边缘，指节泛白。还有一个人可以证明。我要给我未婚妻打电话。林宇的表情瞬间凝固，他眯起眼重复道：未婚妻，对，傅芊芊。我迅速翻出昨天刚加的微信，指尖悬在语音通话的按钮上。林宇的脸色突然变得狰狞，他猛地冲过来，狠狠地推了我一把。我吃痛松手的瞬间，他一巴掌将我的手机拍飞，手机重重砸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屏幕顿时4分5裂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他反手就给了我一记耳光，尾戒在我脸颊上刮出一道血痕。不仅冒充我的身份，居然还敢勾搭我的女人！我耳边嗡嗡作响，嘴里泛起血腥味。林宇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强迫我抬头看他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才是傅芊芊的未婚夫。他从领口扯出一条项链，吊坠里赫然是他和傅芊芊的合照。照片上，傅芊芊温柔地靠在他怀里，两人相视而笑。不可能！我难以置信地摇着头。林宇唇角微勾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按下一串号码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道娇柔的女声：喂，阿宇，怎么了？林宇立刻换上温柔的嗓音：没事，我就是想你了。
今天提车手续办好了吗？电话里的声音带着笑意。我订了餐厅庆祝，下班我来接你。周围响起艳羡的声音，真是太羡慕林先生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温柔的傅小姐，她可是业内出了名的高冷女神啊。林雨的笑容更深了，她温柔回道：好呀，我等你。挂断电话的瞬间，林雨冲我挑衅的挑眉：你们都听见了，我才是傅芊芊名正言顺的未婚夫，而这个骗子连傅总的私人电话都没有，还敢冒充林家少爷。销售经理脸色瞬间煞白，立马大喊：保安，还不快把这个冒牌货赶出去！几个保安重新围了上来。林雨突然高声喊道：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无耻的卑鄙小人，谁要是先帮我扒下他的衣服，这枚价值300万的卡地亚戒指就归谁。整个展厅瞬间骚动起来，不仅保安们的眼神变得贪婪，连几个穿着制服的男销售都开始撸起袖子。一个满脸横肉的保安舔了舔嘴唇，粗壮的手指关节捏得咔咔作响。林先生放心，我们一定帮您出这口气，敢惹林先生不高兴，今天就让你知道厉害。我下意识后退，后背紧贴着冰冷的玻璃展柜，看着四周不断缩小的包围圈，心脏几乎要跳出喉咙。林雨站在人群后方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，慢条斯理地把玩着那枚闪闪发光的戒指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家。林家别墅的佣人、管家，谁都能为我证明。我下意识地看向展厅的安全出口，刚想行动，就听见林雨突然厉喝：他想跑，快抓住他！一个保安猛地抓住我的手腕，我使劲一挣，腕表被扯落在地。林雨趁机伸脚一绊，我踉跄着往前扑去，膝盖重重磕在大理石地面上，钻心的疼痛让我眼前一黑。放开我！我拼命挣扎，却被两个保安粗暴地反剪双手，指甲在挣扎中折断，血珠从指尖渗出。有人拽住我的皮衣，用力一扯，纽扣崩飞的声音在耳边炸响。继续啊，把他的衣服都扒下来！林雨兴奋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无数只粗糙的手掌抓住我的领口，布料撕裂的声音让我浑身发抖。突然，一道人影逼近，林雨蹲下身，狠狠掐住我的下巴。他凑到我耳边，用只有我们能听见的声音说：我知道你是真的林雨，但你死了，我就能变成真的了。我瞳孔骤缩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他手腕一翻，寒光闪过，一把锋利的折叠刀直朝我颈动脉划来。住手！一道冷冽的女声在门口炸响。我抬头看见傅芊芊窈窕的身影逆光而来，心头涌起希望。傅芊芊，救！我的呼喊戛然而止。林雨动作快得惊人，折叠刀瞬间滑进我的衣兜，下一秒他踉跄后退，神色惊慌地撞进傅芊芊怀里。芊芊，你终于来了！这个疯子要杀我，他口袋里还藏着刀。傅芊芊的目光落在我满是伤痕的身上，她红唇轻启，说出的话却让我如坠冰窟。报警！我拼命挣扎着大喊：傅芊芊，你疯了吗？我是你的未婚夫林雨，林家城西那个50亿的地产项目，上周还是你亲自找我爸谈的合作。我的声音已经嘶哑。你现在为了这个冒牌货，连生意都不要了。傅芊芊闻言冷笑一声：你是我的未婚夫，说谎也不打草稿。他眼神轻蔑地扫过我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在林雨唇上落下一吻。看清楚了，这才是我傅芊芊的未婚夫林雨。
我浑身血液瞬间凝固，不可置信地望着傅芊芊，她怎么会认不出我？我们明明快要结婚了。林雨得意勾唇，手指在傅芊芊腰间摩挲。芊芊，傅芊芊清冷的眉眼瞬间柔和下来，吓到了。我跪坐在地上，膝盖的血迹在大理石地面球开暗红的痕迹。傅芊芊的目光扫过我时，眼底闪过一丝嫌恶。傅芊芊，我颤抖着唤她，她连一个眼神都欠奉，转而轻轻抬起林雨的下巴。受伤了没有？林雨趁机将脸埋进她肩膀，朝我投来一个胜利的眼神。手好疼，刚才他拼命挣扎的时候抓伤我了。傅芊芊立刻直起他的手腕，小心地吹着那道根本不存在的伤痕。对了，阿宇，傅芊芊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昨天也有个人冒充你加我微信。他状似无奈地摇头，我不小心手滑通过了，但马上就删了。你可不许吃醋。我震惊地瞪大眼，他居然把我当成了冒牌货。林雨的脸色也变了变，但很快又恢复笑容，踮脚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芊芊，我怎么会不信你呢？他意有所指地瞥向我，要怪就怪现在有些小白脸，为了攀高枝，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。芊芊，他突然委屈地拽着傅芊芊的袖子，这次你一定要为我做主。傅芊芊眼神一冷，放心，欺负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林雨勾起一抹恶毒的笑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既然他这么缺金主，不如……他凑到傅芊芊耳边低语几句。傅芊芊听完竟也笑了，都听阿宇的。他随意一挥手，4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立刻上前。这些专业保镖动作干净利落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凌空拎起。傅芊芊漫不经心地整理着袖口，把她衣服扒了，扔去红灯区。我瞬间面无血色，那里是全市最混乱的街区，遍布瘾君子和流浪汉，没有哪个正经人敢去那种地方，一去就是死路一条。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！我疯狂挣扎，我真的是林氏集团的少爷，我爸知道了一定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傅芊芊和林雨却像听到什么笑话般相视而笑。保镖已经开始撕扯我仅剩的布料，我绝望地闭上眼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威严的怒喝突然炸响：住手！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只见一个拄着沉香木手杖的身影从门口大步走来。放开他！透过凌乱的发丝，我看清了他的脸，是林家老管家张叔，但散乱的头发挡住我的脸。张叔一时没认出我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张叔皱眉问道，声音里带着不悦。我张了张嘴想喊他，却被身后的保安猛地捂住口鼻。林雨迅速挡在我面前，满脸堆笑道：张叔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心头一震，他怎么会认识张叔？他到底是谁？张叔也是一愣，你怎么在这？爸爸让我来提车。林雨面不改色地说着。张叔点点头，我却心里一咯噔，他刚刚喊爸爸，我爸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儿子？我拼命扭动身体，想引起张叔注意，林雨却不着痕迹地往后挪了半步，正好挡在了我面前。张叔别看了，就是个骗子，居然敢冒充我来提车。幸好遇见了副总，他帮我证明了身份，教训了他一顿。张叔点点头，朝傅芊芊微微欠身。傅芊芊也礼貌地回礼。张叔。张叔只顾着四处张望，根本没在意他们说的话，也没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小动作。对了，张叔突然转过身问道，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小伙子，说是来提银色保时捷的？
整个展厅瞬间安静得落针可闻，众人脸色大变，唯有林雨面不改色。他眨眨眼，没有啊，怎么了，张叔？张叔叹了口气，没事，大概是路上耽搁了，我去机场找找吧。说着就要转身离开，我急得用后脑勺狠狠撞向身后保安的鼻子。如果张叔走了，就没人救得了我了。保安痛得叫出了声，果然引起了张叔的注意。他停住脚步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林雨一个箭步挡在张叔面前，脸上堆着乖巧的笑容。张叔，真没什么，就是这个死骗子不老实，还想逃跑呢。张叔狐疑地朝我这边望来，我拼命摇头，却被保安死死按住。他沉吟片刻，压低声音对林雨说：“既然是冒牌货，就处理干净些，别给林家惹上什么闲言碎语。您放心。”林雨甜甜一笑，手指却在背后冲保安打了个手势。我保证他再也不敢冒充林家的人了。眼看张叔转身要走，我急得眼眶发热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再次用尽全身力气，猛地往后一仰，后脑勺狠狠撞在保安鼻梁上。趁他吃痛松手的瞬间，我拼死扑向旁边的展示柜，哗啦一声巨响，整面玻璃展柜轰然倒塌，碎玻璃像雪花般四溅。巨大的声响让张叔猛地回头，我终于趁机喊出声：“张叔，是我啊！”散乱的长发被甩开，露出我满是血污的脸。张叔浑浊的老眼突然睁大，手杖咣当一声掉在地上。他颤巍巍地指着我：“少爷！”张叔踉跄着朝我扑来，却在半路被林雨拦住。我看到他背在身后的手对保安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，顿时浑身发冷。“张叔，您认错了。”林雨声音发紧，“这就是个……滚开！”张叔突然暴怒，一把推开他，那双布满皱纹的手颤抖着捧起我的脸：“小雨，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”整个展厅鸦雀无声，傅芊芊的表情瞬间凝固，她缓缓转头看向林雨，眼神越来越冷。而林雨站在原地，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尽，我心里一松，彻底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入眼是 VIP 病房雪白的天花板，手上一暖，爸爸布满老茧的手正紧紧握着我。“小雨，爸爸对不起你。”爸爸眼眶通红，声音哽咽。张叔也站在一旁抹眼泪，见我醒了，连忙按铃叫医生。啪啪，清脆的巴掌声突然响起，我这才注意到跪在床尾的林雨，他正一下下扇着自己耳光。“林总，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没认出小雨，这才误伤了他。”他哭得情真意切，脸颊已经红肿不堪。爸爸没说话，但眼里的怒火正在渐渐消散。林雨也注意到了，他西行上前，跪在爸爸脚边解释：“您说过让我自己选毕业礼物，我就挑了那辆银色保时捷，没想到闹出这样的乌龙。”我气得喉头腥甜：“你撒谎！你明明知道我是谁。”林雨眼底闪过一丝阴狠，随即又换上委屈的表情：“小雨，你一直在国外，而我从小在阳光福利院长大，3年前才被爸爸找到，我都没见过你，怎么可能认识你呢？”福利院！我猛地看向爸爸：“爸，你真的在外面？”爸爸急忙打断我：“小雨，你想哪去了？阿雨是老张的儿子，当年出车祸，是老张舍命救了我，他就剩下阿雨这么一个独苗，我一直在找他，直到3年前我才找到了他，收养了他，也算是给老张的补偿了。”原来如此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不是私生子就好。突然，
我瞥见站在门口的傅芊芊，我冷笑着看向林雨：“那你和傅芊芊又是怎么回事？”爸爸的脸色瞬间阴沉如墨。傅芊芊是他为我挑选的联姻对象，现在却和林雨搅在一块儿，这怎么不令他生气？傅芊芊，这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爸爸猛地拍案而起，傅芊芊慌乱地后退半步，他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林伯父，这真的是误会，他一直以林家少爷自居，我才会。你胡说！林雨突然扑过去，抓住傅芊芊的衣袖，打断她的话：“芊芊，你怎么能这么冤枉？我从来没说过我是爸爸的亲生儿子，我只说过我叫林雨，你就说我是你的未婚夫。”嗨，他欲言又止的红了脸。总之，我们已经木已成舟，覆水难收了。傅芊芊瞬间脸色惨白。够了！爸爸气得砸碎了床头的水杯，他胸膛剧烈起伏，转向我时却瞬间红了眼眶。小雨，林总，没关系的，爸。我轻声打断他，嘴角勾起一抹讽刺的弧度。反正请柬还没发出去，把林雨改成林雨就行了，不过一字之差，不是吗？爸爸愧疚地叹了口气：“对不起，小雨。”是爸爸对不住你。傅芊芊的目光在我和林雨之间来回游移，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眼中的算计。他当然明白，养子和亲生儿子对傅氏集团来说价值天差地别。林总，这样不妥吧？可他话音未落，林雨突然搂紧了他：“芊芊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”他颤抖着手抚上傅芊芊的小腹：“你还没告诉大家，你已经有了我的孩子吧？”病房里瞬间死寂，傅芊芊面如土色。爸爸暴怒地捏紧拳头：“够了！婚礼照常举行。老张，把所有请帖改成林雨的名字。”我平静地别过脸，却对上傅芊芊复杂的目光。她咬了咬艳丽的红唇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却沉默地低下头。林雨嫉妒地望着傅芊芊的侧脸，手心死死攥紧。婚礼当天，整个海城的名流都来了，我作为林家的亲生儿子，却被迫站在角落里，看着林雨成为众人的焦点，一步步走向傅芊芊。她穿着定制西装，笑容无可挑剔，可眼神却时不时地瞟向我，带着一丝阴冷的算计。傅芊芊穿着定制婚纱，神色复杂。她几次想朝我走来，却被林雨死死拽住。就在牧师准备宣布他们结为夫妻时，突然宴会厅的灯光全部熄灭。啊！宾客们惊慌失措。黑暗中，有人猛地拽住我的手臂，一块进了药的手帕死死捂住我的口鼻。我拼命挣扎，可意识还是渐渐模糊。再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被绑在一间废弃工厂里，四周昏暗潮湿，铁锈味刺鼻。我的手脚被麻绳勒出血痕，嘴巴也被胶带封住。醒了，林雨的声音从阴影处传来。他慢悠悠地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撕下我嘴上的胶带。林雨，你以为你还能翻身？他冷笑。今天之后，林家就只剩下一个儿子了。我死死盯着他。你就不怕爸发现？发现什么？他歪头，笑得天真又恶毒。今天，绑匪劫持了林家的2个少爷，待会儿他们就会撕票，而你会因为反抗被活活打死。至于我，在你的舍命相护下死里逃生，成为林家唯一的少爷。他拍了拍手，几个蒙面男人走了进来。好好伺候林大少爷，他轻飘飘地说，别让他死得太痛快。男人们狞笑着逼近，为首的男人蹲下身，粗糙的手指狠狠掐住我的下巴，强迫我抬头。林少爷平时高高在上，
现在怎么这副模样？我死死瞪着他，喉咙里挤出嘶哑的声音：你们敢动我，林家不会放过你们！哈哈哈！他狂笑起来，反手就是一巴掌。啪！我的脸猛地偏向一侧，嘴里瞬间弥漫起血腥味，耳边嗡嗡作响，还嘴硬。他揪住我的头发，猛地往后一拽，我疼得眼前发黑，头皮像是要被撕扯下来。另一个男人走过来，一脚踹在我腹部，我痛得蜷缩起来，可绳子勒得我动弹不得，只能硬生生承受这一脚。林宇先生说了，要让你生不如死。他阴笑着，从腰间抽出一把小刀，一路朝我下身划去。要是我不小心伤了林少爷的这里，会怎么样呢？我浑身发抖，可眼神依旧倔强。还挺硬气。他啐了一口，突然一把扯住我的衣领。住手！我的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。他们哄笑起来，有人拿出手机对准我，来，给林少爷拍个纪念照。闪光灯刺得我睁不开眼，绝望如潮水般涌来。就在即将迎接致命一击时，砰！工厂大门被人猛地踹开，刺眼的车灯照进来，傅芊芊带着保镖冲了进来。林宇脸色大变，芊芊。傅芊芊没理他，直接冲到我面前，一刀割断绳子。别怕，我来了。他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颤抖。林宇尖叫：傅芊芊，你疯了吗？我才是你的未婚夫，我还是你孩子的爸爸，你怎么可以先救他？林宇不知何时已经重新给自己绑上了绳子，瑟缩在角落里。他脸上带着画出来的加上口，一副受害者的模样。傅芊芊的脚步明显迟疑了，目光在我和他之间游移。别信他！我嘶哑着嗓子喊道，这些人都是他安排的，他才是主谋。傅芊芊猛地转头看向林宇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就在这时，工厂外传来急促的刹车声，爸爸带着保镖冲了进来。看到我的惨状时，他的脸色瞬间铁青。爸！我哽咽着喊道。林宇和这些绑匪是一伙的。父亲的目光如刀般射向林宇。我念在老张救我一命的份上，这些年待你如亲生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。林宇跪爬着过来，想抓父亲的裤脚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闭嘴，别叫我爸，我只有小雨一个儿子。爸爸一脚将他踹开，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叠文件。为了取代小雨，你连名字都改了。林飞，你真是处心积虑。我这才知道，他跟他妈妈姓，原名叫林飞。这些年，他暗中调查林家的一切，连我的生活习惯都摸得一清二楚，才来找爸爸相认，取代我，就是他多年来的计划。林宇瘫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林叔叔，看在我爸的份上，你放过我吧。爸爸弯腰将我扶起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这些话留着跟警察说吧。警笛声由远及近。林宇被警察拖走时，瘫软得像滩烂泥。爸爸扶着我的手紧了紧，声音里带着后怕。小雨，爸爸对不起你。我靠在他肩上，看着警车远去的尾灯，终于松了口气。爸，我不怪你。林宇被带走后，第一个要求见的就是傅芊芊。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从护士的闲聊中得知这个消息时，不由得皱起眉头。听说那个林先生得了急性心梗，傅小姐亲自去保释他呢。护士一边换药一边说。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那天在废弃工厂的画面，林宇动作敏捷地跑来跑去，哪有半点心脏病的样子。想到这，我拨通了一个号码，帮我查一下林宇是在哪家医院做的身体检查。3天后，
法官批准了林宇的取保候审申请。法庭上，林宇得意地挽着傅芊芊的手臂，准备离开。等等，我站起身，声音清晰地回荡在法庭里。法官大人，我这里有份证据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。我缓步走向法官席，递上一份文件，这是海城市中心医院的证明。林宇从未在该院做过体检。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，我举起另一份文件，他提交的这份报告上面的医生签名和印章都是伪造的，他根本没有心肌梗塞。法庭顿时一片哗然。林宇脸色煞白，你胡说！傅芊芊猛地松开他的手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你骗我！林宇慌乱地后退2步，差点摔倒。法官重重敲下法锤，林宇，你涉嫌伪造证据，取保候审申请撤销。警察再次给他戴上手铐时，他歇斯底里的尖叫，林宇，你不得好死！旁边西装笔挺的男人立马嗤笑一声，伸手扯了扯我的人造皮夹克。他治最终，林宇因绑架、杀人未遂、伪造医疗证明等罪名，被判10年有期徒刑。一切尘埃落定后，傅芊芊竟然又来找我。她站在林家别墅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张人流证明。小雨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面无表情。为什么？他急切地解释，我只是认错了人，我爱的一直是你。我笑了，傅芊芊，你爱的从来不是我，而是林家的权势。他哑口无言。经此一事，爸爸不再逼我结婚，我回到国外，继续从事环保事业。在那里，我遇见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。他不在乎我的身份地位，只在乎我是否开心。2年后，我们在挪威的极光下举行了婚礼。而傅芊芊听说后来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，可婚姻并不幸福。至于林宇，他在监狱里过得并不好，毕竟得罪了林家，没人会让他好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